有缘人，你终于来了。刷到这条影片并非偶然，而是冥冥中天命的安排，你即将开启好运。感谢大家的订阅。频道今日要与诸位分享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，那就是现代商业中的风水智慧。且听频道娓娓道来。说到风水，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摆放招财猫、放置聚宝盆这些简单的风水器物。其实啊，这些都是皮毛之见。真正的风水之道，讲究的是天人合一，是对整体环境的深刻洞察。且让频道先说个有意思的数据，在我们华夏大地上，超过98%的富贵之人都笃信风水之道，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啊。前些日子，马云大佬就特别提到了这个观点。这位互联网大亨说，风水就是我们的环境。哎呀，说到这里，频道不禁想起周易中的一句至理名言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天道运行不息，人也要不断进取。而风水正是连接天道与人世的重要纽带。马云大佬举了个很生动的例子，他说，如果一个公司的空气不好，水质不佳，员工哪来的干劲儿啊？这不就是最基本的风水问题吗？没错，风水首重环境。诸位可要记住了，风水不是什么玄之又玄的东西，它是实实在在的智慧。就像我们常说的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，那可是相当巨大的。接下来频道要说一个特别重要的时间节点，26岁。为什么是26岁呢？且听频道细细道来。古人云，30而立，而在这个而立之前，也就是26岁之前，一个人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给予的环境。这就像一棵小树苗，能长多高，土壤和气候占了很大的因素。但是26岁之后就不一样了，这时候你就不能再把责任推给家庭环境了。犹记得《道德经》有云：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是的，这个时候你必须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说到这里，频道看到弹幕里有人问，大师，那我都26岁了，该怎么改变自己的命运呢？哈哈，问得好。这就要说到风水的两个层面了，小环境和大环境。这两个环境就像是太极中的阴阳两仪，缺一不可。小环境指的是你的居室、办公空间这些贴身的场所。古人云，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要改变命运，就得先从整理自己的小环境开始。大环境则包括了国家政策、经济形势这些宏观因素。这就像古代的五行之说，金木水火土，相生相克，环环相扣。频道要告诉大家一个天机，风水不仅仅是空间的概念，更是时间的概念。所以我们常说天时地利人和，这三者要合一，才能功成名就。诸位可有听说过龙穴得水则兴这句话？这正是告诉我们环境的重要性啊。频道常常跟前来求教的有缘人说，你若想要飞黄腾达，就得先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。说到这里，不知诸位可曾注意到，现在的年轻人总喜欢说卷王内卷。其实啊，这哪里是什么内卷，分明就是在错误的环境里瞎忙活。周易有云，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。意思是说，要懂得审时度势，择机而行。让频道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把一株向日葵种在阴暗潮湿的角落里，每天拼命浇水施肥，它能开出灿烂的花朵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这株向日葵需要的是阳光，是适合它生长的环境。所以说，改变命运的第一步，就是要走出不利于自己发展的环境。择龙勿用，我们要学会耐心等待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呢？频道给大家一个锦囊妙计：教育。是的，
没错，就是教育。玉不琢，不成器。古人读书明理，不就是为了提升自己，改变命运吗？现在的年轻人要想改变自己的环境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考上好学校。你要知道，上等学府不仅能给你知识，更重要的是能给你一个优质的人际圈子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近朱者赤啊。在好的环境里，你不想进步都难。贫道在此要特别提醒诸位，选择学校和专业时，一定要看清楚它的风水，不是所有的名校都适合你，要选择能让你真正成长的地方。说到这里，贫道想起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很多人总觉得自己运气不好，整天唉声叹气。其实啊，运气也是风水的一种。太上感应篇云：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。是啊，你若总是怨天尤人，如何能聚集福气？来，贫道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开运法门，从整理桌面开始。没错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的办公桌就是你的工作风水，桌面杂乱，思维必然紊乱；桌面整洁，心境自然清明。事事有回应，样样有回音，这就是风水的奥妙之处。你付出了多少，环境就会回馈你多少。就像我们常说的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却不多。有缘人问大师，那我们该如何判断一个环境是否适合自己呢？哈哈，好问题。贫道告诉你，要看3点。其一，这个环境能否让你保持进步；其二，这里的人是否有共同的理想；其三，你是否觉得充满干劲。记住了，环境不是让你享受的，而是让你成长的。孟子有云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一个让你太舒服的环境，往往不是最适合你的环境。诸位有缘人，且听贫道细细道来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很多人总是把目光局限在小环境上，却忽视了大环境的重要性。这就像是只见树木，不见森林啊。贫道常说一叶知秋，但一叶难知整个春秋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你不能只看眼前的一点得失，更要着眼于整体大局。易经云：天行健，地势坤，这说的就是要兼顾天时地利。举个例子吧，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说打工人社畜，整天抱怨工作环境不好。且慢，贫道要问问你，你有认真观察过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吗？你有思考过国家的政策方向吗？明者因时而变，知者随势而至。这话说得多好啊！你得要懂得审时度势，看准大环境的走向。就像古代的商人，总是要先了解上有天时，下有地利，才好做买卖。来，贫道教你几个看大环境的妙诀。第一，多关注国家政策；第二，了解行业动向；第三，观察社会变迁。这就像是古人看风水，讲究山管人丁，水管财的道理。说到这里，弹幕里有人问大师，那小环境和大环境到底哪个更重要呢？哎呀，这个问题问得好。贫道给你讲个故事。从前有个商人，他的店铺风水极好，位置也很不错，但是呢，他不注意经营之道，整天只顾着算计小便宜，结果如何？最终还是关门大吉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小环境和大环境就像是一个人的筋骨和血脉，缺一不可。你只顾着调整办公桌的位置，却不关心行业发展，这不是舍本逐末吗？贫道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。有的人明明身处好的大环境，却因为不会经营小环境而失败；有的人小环境布置得很好，却因为看不懂大势而倒闭。这让贫道想起了《增广贤文》中的一句话：一年之计在于春，
一日之计在于晨。所以说，小环境和大环境的关系，就像是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，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你要像珍惜一粥一饭一样，珍惜每一个改善环境的机会。诸位有缘人记住了，风水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，它就是教我们如何与环境和谐相处。庄子云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这才是真正的风水之道。说到这里，频道特别要提醒大家一点，不要总想着破财消灾、花钱改运，真正的风水重在个人的修为和智慧。就像古人说的，福祸无门，为人自照。你的运势好坏，关键在于你如何经营自己的环境。诸位要知道，一个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处的圈子。频道经常说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啊。你看马云大佬就特别强调，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就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。这话听起来简单，可是知易行难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很多人都困在舒适圈里出不来。频道问问在座的各位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明明知道现在的圈子对自己没有帮助，却又不敢轻易改变，这就是易经所说的知易行难啊。来，频道教你几个改变社交圈子的妙招。第一个妙招就是主动出击。论语有云：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你要主动去结识比自己优秀的人，而不是整天怨天尤人。第二个妙招是学会付出，不要总想着索取。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你若想得到别人的帮助，首先要学会帮助别人，这就是风水中讲的善缘啊。第三个妙招是持之以恒。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就像六祖坛经说的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你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，不断进步。说到这里，频道看到弹幕里有人问，大师，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进步呢？哈哈，好问题。频道告诉你啊，要看3个方面。第一，你的朋友圈层次有没有提升？第二，你的思维方式有没有改变？第三，你的收入有没有增长？这让频道想起了一个故事。有个年轻人整天抱怨自己的工作环境不好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参加了一个行业论坛，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同行。你猜怎么着？他的事业很快就有了起色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你想要飞黄腾达，就要多亲近那些已经成功的人，这就是风水里说的气场啊。频道常说，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就藏在他的朋友圈里，这话可不是危言耸听。你看看现在的成功人士，哪个不是靠着强大的人脉？但是要注意了，频道说的不是那种虚浮的应酬。心经云：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真正的人脉是建立在真诚互助的基础上的。再说个有意思的现象，很多人总觉得自己没有机会，整天羡慕别人的咸鱼翻身。其实啊，机会就在你身边，关键是你有没有这个眼光。诸位且听频道说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，为人父母者更要懂得风水之道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你不仅要对自己负责，更要为下一代创造良好的环境。孟子有云：养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是啊，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只顾着赚钱养家。现在的家长要懂得什么才是真正对孩子有利的环境。频道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有的父母拼命挣钱，给孩子最好的物质条件，却忽视了精神环境的培养，结果怎样？孩子成了富二代，却没有进取之心。记住了，培养下一代最重要的是心的风水。这个心字包含了3层意思：其一，要有正确的价值观；其二，要有上进的心态；其三，要有感恩的心。说到这里，
频道特别要强调，不要总想着把孩子送到最贵的学校，玉不琢，不成器。关键是要选择适合孩子成长的环境。频道常跟家长们说，孩子就像一棵小树，需要阳光、水分，更需要适合的土壤。你把热带植物种在寒带，再精心照料也是白搭啊。有句话说得好，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，其次是现在。对于家长来说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，去为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。最后，频道要送给大家一句话：福不唐捐，祸不妄至。无论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环境，都要记住，改变是可能的，但需要智慧和行动。说了这么多，频道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：风水不是什么玄学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环境学问。它教给我们的是如何审时度势，如何选择环境，如何改变命运。一叶知秋，频道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各位有缘人能够悟得其中的道理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水宝地。记住，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请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转发给更多需要的人。频道在此祝愿大家福禄永驻，富贵满堂。且慢，最后送大家一句古训：天道酬勤。只要你持之以恒，不断改善自己的环境，必定能够鱼跃龙门，实现人生的大逆转。好了，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后会有期，山水有缘。频道在此拜谢各位。